当我们的髋内旋出现受限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采用这些方法去进行训练。然而，当你采用了上述这些方法训练了很多次之后，依然发现效果平平，甚至进步非常缓慢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应该停下来思索一下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其实，在我们的一线教学中，髋内旋受限的人要远远多于髋外旋受限的人，而且我们有很多同学的髋关节已经卡在了这个内旋的位置上。这样的同学，你的髋关节并不是处在了外旋位而向内旋不进去，而是你的髋关节已经卡在了内旋位，它已经没有更多的行程继续往前行走了。那么针对这样的同学，你只是去练习你髋内旋能力的话，显然是无济于事的。而我们应该采用的是让你的股骨头去向后旋入我们的髋臼当中，给我们的髋内旋腾出更大的空间，这个才是最优解。那么今天老王就给大家带来2个相关的训练，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，让我们的股骨头回到我们的髋臼里，给我们的髋内旋腾出更多的空间。我们仰卧到垫子上，将我们训练侧的腿屈髋屈膝，另一侧腿伸直，脚尖指向天花板，在我们屈膝侧的腿外侧顶一个泡沫轴，想象我们的股骨有一个外旋的力去对抗这个泡沫轴。注意这个力不用太大，不要让我们的骨盆或者身体有过多的旋转，始终要保持我们躯干和骨盆的稳定，然后在这里做一个静态的对抗，感受到我们的股骨头向后去旋入到我们的髋臼里就可以了。此时你会感觉到你的臀肌有一点点启动的感觉，这是正常的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做10到15个呼吸，2到3组即可。在我们完成仰卧练习之后，我们也可以切换到弓步的对抗练习当中，依然是把我们训练侧腿在前，膝盖外侧对抗一个泡沫轴，双手扶髋，保持我们骨盆和躯干的稳定，想象我们的股骨头绕着我们的髋臼向后旋转，与泡沫轴有一个2到3成力的对抗就可以了。我们依然可以做10到15个呼吸，2到3组即可。注意不要过分的用力，让我们的骨盆或躯干产生旋转，始终保持我们骨盆和躯干的稳定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也尝试了很多髋内旋的训练，对你髋内旋能力的提升收效甚微的话，不妨按照上述的方式去尝试一下，再去进行髋内旋的评估，相信对你髋内旋的能力一定会有所改善的。关注老王，做深度思考练习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